2022年10月份，中国河南省郑州富士康大批员工感染后被扔到宿舍，没有人管，有的人实在受不了，开始跳楼，员工徒步逃回家。富士康又通过政府要求，整个河南省每个村必须为富士康提供1名员工。等到这批新人到厂区一看，发现来10签的合同一样都兑现不了。说好的是阴阳分离，结果是阴阳同吃、阴阳同睡、阴阳在一起上班。来的时候承诺应该拿到的钱，他们一算根本拿不到。中国政府甚至还默许富士康擅自修改合同，本来工期是到年前就可以回家，结果被他们擅自修改到年后。2022年11月22号，富士康正在进行静态管理的华虹宿舍的员工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因为实行静态管理，他们的厂台被取消掉了进厂区的权限，他们进不了厂区吃饭，宿舍的饭店1碗面已经卖到了180人民币，几万人的宿舍根本没有人管，富士康不管，中国政府不管。晚上的时候，这些人相约去找富士康讨说法，这时大批警察出现，员工损失惨重，事态继续延烧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2022年11月23号晚上，又有大批员工出来抗议，因为他们得知第一批抗议的人，政府授意富士康1人给他们1万人民币，让返回老家，被打伤的多拿5000，也就是15000人民币。听视频里的员工说，这些对面的警察都是从外地特意急调过来的。另外说一句，听我在厂区的朋友说，他认识的人基本上都已经感染完了，尽管每天政府通报都是感染几十例，大家都知道他在说谎，他也知道大家都知道他在说谎，这就是现状。妈了个逼的！视频还没编辑完，距离富士康差不多100公里的我们村里突然通知，情况紧急，明天6点30入户检测核酸，上一批富士康员工逃回家，直到现在我们还在封村。